现在这个时刻成本跟风控好像真的很重要，所以呢，我朋友小李他有讲说，他在考虑是不是也要调整一下资产的配置，把1-2间高总价换成低总价的，或是直接清掉，让自己手上持有更多的现金。接着他的话也是一个思路，高总价怕市场的波动，持有成本，低总价你就怕比较没有涨幅，或是怕价不到你就掉队。我们2个人就会幻想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蛋黄区的房子不要乱动，因为蛋黄永远是第一梯队，这种很安全。连正在打仗的俄乌战争，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还是正常上班上课，蛋白区的房子现在就要比较保守一点去评估，满5年之后能换赶快换，进可攻退可守。经济好的时候蛋黄一定吃得到涨幅，经济不好的时候蛋黄也不太会被压垮。先说结论我建议你用比以前更保守的做法来做房地产。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中产阶级影片，我们讲了夫妻资产第3间要买怎么样的房子，还没看过的话你就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中产阶级夫妻该怎么思考自己的资产配置。我们前面的节目已经分享了中产阶级夫妻第1间到第3间，甚至是第3间以后现金版本之下怎么去操作会比较优势。好，那我先做个提醒我们现在讲的版本是现在房贷的政策来做配置，你可以自己带入就看你自己走到哪个阶段，需不需要调整这样。像以前间间都是贷款继承，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些复杂的操作，那你就存到钱再去买一间出租。好，我们回归正题，因为现在政府对于房市的重视跟狂人川普的怪招，你应该有看到新闻突然宣布要对台湾征收32%关税，台湾股市真的是暴跌，然后又在执行前宣布暂缓。现在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只收10%，90天后再延役。川普现在当总统多久？在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3个月不到呢，他可以连搞2次台湾经济。第一次台积电美国设厂，还有4年的任期，3个月之内川普现在到底做成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们要开始思考要怎么用房地产市场来避险。我现在也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答案不一定会对，就符合现在的版本。那我现在的判断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房地产流派很多，以前我们可以靠一个流派走遍天下，但现在看起来有些流派已经会被川普打到了。例如说有个流派跟着台积电买房，我会员影片也分析了，现在台积电要在美国设厂，短期之内在台湾扩厂的计划你觉得还会大吗？现在已经盖了，会继续把它盖下去。之前有说要争取台积电的那些县市，苗栗、嘉义、澎湖欢迎来设厂，接下来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比较稳健的做法。我的判断是现在应该是要混合计了。例如说我之前都重大建设旁边，我还是重大建设流派，可是我也开始在看一些包租公路线的房子，川普乱搞影响也不会很大，因为我们台湾绝大部分的还是内需市场。例如说凤山拉拉 port 这个就很内需，那会来附近租房子的人贵哥贵姐考虑一下最稳固的做法，最安全的做法。这个做法已经验证有效了嘛？低总价的房子蛋黄区就放生出租，很多老房东不就这样，有存到钱继续下一间，最后做到自己手上很多间没有贷款的房子再缴房租给你，就可以怎样无视经济危机。台湾这几年发生了超多事情，过去10年我数给你听：2018中美就贸易战，2020年 COVID-19 疫情，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还有今年的川普上任，这些大事件这震荡台湾的股市跟经济。但你看那些老房东们，他们有出来游行吗？危机跟他好像没什么关系了，静静的守住。我现在想一想，的确这也是另一种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你租客多，就算有一个经济不好或裁员什么的，你也还好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
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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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这次就不是讲故事了，那就跟你分享一个我跟我朋友讨论，那我尽量讲清楚一点。前几天跟那个小李约出来喝咖啡，小李他也工作蛮久的，他手上有一些积蓄，那也买了房子做自产，那最近烦恼我就问他是怎样，他说阿元最近就在想说这个房地产要怎么搞我说怎样，你物件不是都当下都 OK 吗？他说不错是不错，可是环境真的变化很快，那么久都看不太懂，一下通膨压力大，一下又怕经济衰退，一下又股市被爆破，国际形势一直变来变去，文攻武吓一直来，不知道要怎么办。就讲说他手上持有很多不同的房子，有的点不错，当初觉得有潜力的房子价比较高，中古屋就是这样，真的有一个东西抛出来，他扣掉租客的房租以后，他是要贴钱的。也有那种低总价，但租金不高，但是他能自偿就对冲掉。他担心如果因为经济变差，房客被裁员，后面变成他去补房客的租金，他会比较辛苦。我觉得有道理。现在这个时刻成本跟风控好像真的很重要。所以呢，我朋友小李他就讲说，他在考虑是不是也要调整一下资产的配置，把1-2间高总价换成低总价的，或是直接清掉，让自己手上持有更多的现金。接着他的话也是一个思路，高总价怕市场的波动，持有成本；低总价你就怕比较没有涨幅，或是怕价不到你就掉队。我们2个人就会幻想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蛋黄区的房子不要乱动，因为蛋黄永远是第一梯队，这种很安全连正在打仗的俄乌战争，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还是正常上班上课。蛋白区的房子现在就要比较保守一点去评估，满5年之后能换赶快换，进可攻退可守。经济好的时候蛋黄一定吃到涨幅，经济不好的时候蛋黄也不太会被压垮。他说他回去要想一下怎么调整。我的版本就是一样，跟着重大建设走。